阁下这是？没事儿，你砍你的。真砍啊？真砍！上！杨统领来的实在不巧，参星大人回来之后身体不适，恐怕一时之间无力接待了。毕竟曾是一家人，参星大人伤心，我能理解。大人，死了。有人来接刑场。谁？一整支军队。原来是戈大人。杨统领。参星大人伤心，我还以为是为了紫川秀，原来是为了你我相见。多年不见，我专门为杨统领带礼物来了。从远行一事，我驻守远州开始，便将此陈酿以木桶窖藏在瓦云城墙之下。如今虽说只有7年时间，但却经历了风霜血汗，就像如尘封万载。领兵司当差时间明令禁止饮酒，何况杯中茶水尚温，这酒我无法领情。也好，那我就直说来意吧。横川对于杨统领来说，可能是个不毛之地，但对北族而言，却是一座新起的军事要隘。他们此次大举入侵，看似是为了帕邑，其真正是为了横川。若不是紫川秀率军坚守，横川此刻恐怕已经落入北族手中。紫川秀横川大胜，守住了远州防线，更守住了紫川防线，如此大功，为何事过？葛大人，紫川秀已然已与北族人勾结，这北族人的布防图不可信吧？如果凭此就要为紫川秀开脱，这恐怕立不住吧。无论何时何景，驻守横川非我密令，万死不得出。这是我7年前给紫川秀下的命令，他的一切行动均为我安排。难道说我是北族内应？葛大人，话不能这么说。紫川秀是你的爱徒，如果我有这么一个爱徒，我为了救他，我也能拿出这么一封密令。但是你跟他这层关系在这儿，这封密令就算是真，它也是假，没人能信服，立不住。密令可以伪造，但人总不能假冒吧？如今我已将塞戎神皇爱女、北族公主卡丹押至帝都，杨统领尽可细审。如果说叛国之事是真的，除非我军中的卡丹是假的。如果卡丹真要来了，那可更严重了。众所周知，远州之花风流倜傥，如若这2人在帝都沆瀣一气，探听军情，那不随了北族人的心意，还是立不住。那这么说好了，此刻帝都城外有30万远州军驻扎，这个理由立不立得住？如果戈大人拿这作为一个理由，
那这个理由真的是太充分了。子川秀能如此得你厚爱，必然智勇双全。难道葛莎真的是他所杀？他要有那个本事，能在30万大军中杀掉葛莎，还能被你绑到刑场吗？那这么说，另有其人？左家明王。左家明王？左家明王就是一个传说呀。当年整片大陆还姓林的时候，左家明王能以一人之力挡住北族100万雄兵的进攻。在各方面都夺权的时候，能为林家守住最富饶的河丘300年了，不老不死不灭，世间再没人见过他。就算这个守护神真的存在，那也是林家的旧臣，不在林家享福，为什么会帮着子川戍边守关？如今林家已然式微，他当年守护的那片土地，正是子川的远州。子川是拦在林家和北族之间的一条防线。子川不保，林家必亡。况且，若不是左家明王，谁能在30万大军中间取上将首级？你有幸得见左家明王的刀工，这么说，你和子川秀知道左家明王会出手？完全不知。我也是看到这块葛莎的纹身，才知道背后相助的是左家明王。明王愿意帮助我远州军抵御外敌，怎么，杨统领有什么不妥吗？没有不妥，好事儿。卡丹公主真的被你押来了？正是。北族使者已发来文书，重提两国和谈之事，以换卡丹平安。有这样的喜事儿，值得喝一杯。哎呀，今儿幸亏葛大人及时赶到，要不然咱们真是险象环生。你又不在法场之上，险象在哪儿？哎，你这话就差了。如果你跟头今天都挂，那我跟罗杰就是原地处死。你俩少说两句吧。秀川大人，白川再怎么说也是为你捐躯啊，你好歹背他一段意思意思吧。我呢，哎呀，我刚经历生死，虎口脱险啊！哎呀，我怎么可能背他呢？无耻！无赖，走吧。真是够沉的。葛大人果然够意思啊，连派来的侍女都这么漂亮。是什么呢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前任军长子川远兴大人的独生女，是现任军长子川参兴大人的侄女，也是家族里第1顺位继承人，子川宁殿下。还不赶紧行礼？啊，宁殿下，宁殿下，你一定是罗杰，喜欢喝酒，看到美女你就走不动道。你是明宇，喜欢看兵书对吧？对。你就是白川，你是远州战士的梦中情人啊！没想到宁殿下对我们这么了解。殿下昨天背了一整夜，你们的生辰八字、爱好习惯我都滚瓜烂熟的。秀哥哥，葛大人呢已经帮你们洗脱冤屈了，我是来接你们回府的。我也想回府。罗姐，我来陪。但是你看，我这位兄弟白川身受重伤啊！我现在立刻得把他送回军营里，片刻不能耽误，否则的话他就半身不遂了。哎，你受伤这么严重，你得赶紧医治啊，不然的话你就会留疤的。啊，我府上就有那个最好的大夫，还有贴身侍女专门照顾他。我们走吧。哎。 哎， 啊， 哎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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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
我就要回去给你开2瓶15年的桂花陈酿啊，罗姐。哎，听懂了。还有珍藏版的兵书，全都送你了。明宇，好嘞。我来给你们带路，走。说好的同甘共苦、体恤上司呢？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看，你走的那年，燕子在这儿筑的巢，现在都已经儿孙满堂了。我走了7年，还是那只燕子啊？当然了，燕子知道回家，你呢？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我呀，自从知道你要回帝都之后呢，我就每天让厨房准备了好吃的饭菜，而且我还为你准备了帝都现在最流行的衣服。你不当值的时候呢，刚好可以穿，到时候你就穿着这套衣服来陪我逛帝都。哦，对，你的房间。这个混蛋，我就应该寸步不离。哎，师傅呀，你说你啊，既然你都收到了我的皮内裤了，想要救我就趁早，何必拖到最后一刻？这个魏明他，哎，不说了。年轻人嘛，经历了生死，才能知道轻重。师傅，我在远州经历的生死还少吗？我看啊，还远远不够，啊，不然你怎么明明走了，还要回来送死啊？还不是因为相信师傅你嘛。明天收拾行李回远州。那，你回去吗？不。那我为什么要回啊？我有大事要做。什么大事？和谈。跟北族吧。那我就更不能回了。杨明华想弄死我，可是没有成功。你来了，还带着这么重要的任务，那你不是跟我送死没什么区别吗？7年前你在远州，是从零开始，但如果现在留在帝都，怎么，又想从零开始？不就是没官职，没身份，没人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还没钱。大人，告辞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其实呢，你是可以用一些你的私房钱来给我作为补贴，我是不会介意的。没有，哎，但是这个30万远州军，打住，打住！啊，算你狠，师傅。真的不走了？和谈这么大的事情，师傅，你是离不开我的。既如此，这顿能结账吗？小姐，7年了，每次你跟秀大人生气，都要烧他的书。这些淫乱书籍烧了也罢，你也没真烧过呀。那是他没有真的让我这么生气。哎，他走到门口了，他还突然跑了，他到底知不知道尊重人啊？或许他有什么苦衷呢？你不要替他找借口啊！他这次，他就算是回来，我也不会理他。我还要饿他1个礼拜，我还要去叔叔那告他一状，让他滚回远州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秀大人，您回来了！哎，秀大人回来了！你看什么看？你这些书都发霉了，我拿出来给你晒晒。那
这些书你看了吗？没有啊，你这些不都是兵书吗？对，兵书。女孩子看不懂的。那我收起来了。秀大人，您说您都到门口了，您跑什么呀？哎，小美，秀哥哥可能有他的苦衷呢，你哪儿这么多问题啊？还不快去把秀哥哥最爱的羊腿给端上来！小姐，您刚刚不是还说要……我说，你赶紧去把羊排给秀哥哥端上来。啊，是。那我……哎，秀哥哥，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？短时间内……我就知道你不会走了，看看你的房间。我快来！我。我太烦这支笔了，小时候就拿它打我，没想到还在。你这个房间啊，我从来不让别人进的。每个星期呢，我都自己亲自打扫一次，然后再把这些东西按照原位给放回去。我去看看我那双独一无二的布鞋。别提你那双臭鞋了，这里。这儿。我每次摆完它，我洗手洗个7、8次，我都洗不掉我这手上的臭味儿。哎呦，哎呦，肚子疼！你这么多年了，这个烂借口能不能换一换？不是肚子痛，是头痛。之前肯定是在监狱里吹风了。我别装了，你跟我来。我去哪儿啊？现在呢，你人已经回来了，有些账你不能再赖了啊。欠我的信呢？我这个人只记得欠别人钱，欠信这么有文化的事情，我怎么能干得出来呢？你去远州7年，我们当时说好的要保持通信，给你寄10封，结果你就回我1封。是少了些，但我不也是给你回了吗？我给你写的是信，你给我回的是那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？一缕马尾毛，一些狗尾巴草，还有一根羽毛，还是红色的。我知道你那些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嘛，就是为了怕被眼线发现，所以故意留下的暗号啊。留得好啊！我可是拿着那些东西请教了全帝都所有的师傅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解读出来的。说吧，什么意思啊？就4根啊。伙计，你就拿这个喂牲畜的东西拿来喂我，这能吃吗？分类草药学上说，这个东西清风明目、去热利尿，最适合你了。头儿啊，你到底能不能行？咱已经断粮7天了，没打败仗先饿死，冤得慌。秀哥哥，这个呀，当时我们在远州的时候，我们烤羊、
喝酒，都吃腻了。这个东西，我们用来做凉拌菜，特别好吃。我这个也是在跟你分享我的生活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好兄弟，来生别再做战马了，做匹拉车的马。虽然每天拉活辛苦一些，但是也比做一匹战马好。你不觉得他的毛发很顺，可以做匹夫人？没事的时候，替我打扫打扫房间。人在远州还不忘使唤我欠你的。那这是什么？颜色很特别，我很喜欢。啊，这个远州的姑娘实在是太奔放了，简直招架不住。他们会拿这个羽毛插在自己喜欢的男孩头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在远州都还有人追呢？我远州一枝花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明白了。你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有人用这根羽毛向你表白了，但是你把它送给了我。修哥哥，我就说了，你真的是个太含蓄的男孩子了，我差一点我都没有懂你的意思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啊，我得去找白川了，有人给他寄了很多羽毛，我得给他送过去。哎，你放心吧，白川姐姐那里我已经让全帝都最好的大夫去照顾她了。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呢。来喽！等一下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不得选择一个良辰吉日，我们在一起合作一曲吗？我真的要去找白川了啊！有道理，良辰吉日。昨日人太多，
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。我现在给您磕头。我想您了。我回来了。参卿大人，北族与子川连年征战，劳民伤财，民不聊生。议和一事可让子川休养生息，利国利民。葛大人此举，功在千秋啊！刚调到帝都来的吧？啊，劳大人惦念，我刚从敌威邢台调到领兵司，好像还给我跟参星大人带了点心。记得吧？哦，记着，记下。我们都喜欢吃。前途无量。议和一事，我反对。地蜀军17万人，演练23日，披星戴月，日夜不休。将士每日拉弓数万次，渡水翻山几十里。敢问各位大人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有朝一日驱逐北族，抗御刘封，让子川平定西川战乱。远星大人的宏愿，各位大人都忘了吗？横川赢了，抓了公主，这些都不算赢。在我看来，此战赢在气势。我子川将士以一鼓作气之势，定能直取赛戎城。我代表17万地蜀军，反对和谈。子川家族创业初期，我们与西边的刘封家多年征战，僵持不下。直到高祖子川云大人看到了远州的价值，深入远州这看似贫瘠，实则广袤的土地，北族善战。子川倾全家族之力，多年经营，才有了今日的局面。如今远州已占家族全境的1/3，但是我们在远州的人数，与当地的原住民左一族、半兽人、蛇族、龙族、精灵族、地人族相比，大概只是3比7。子川家族之所以能在远州扎稳根基，其根本原因是让当地的平民免受北族的奴役之苦。但是，连年征战，早已让当地深受其害。长此以往，我们这1/3的根基终将会被北族掠走。到时候，子川失到1/3面积的远州，刘封肆无忌惮长驱直入，北族正面反攻。请问你这17万地蜀军能撑几天？远州的土地，我们1寸也不得失。子川倾全境之力，也许不敌北族，但是如果远州齐心，定倍胜于北族。有，肚子有的。好。葛大人所言极是。远星大人在很早以前就说过，子川发展的根基在远州。所谓发展，不仅仅是占其疆土，还要让其安稳，让其富庶，让其乐业。葛大人，雷训只是求胜心切，您见谅。
雷大人一心为子川，我很感激。议和一事，我态度坚决。必须要支持。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大人同心同德，全力支持葛大人议和。葛大人，子川和远州的前程就在您一人肩上了。定不负众望。诸位大人，属下有些顾虑，不敢妄言。讲。议和之事难度颇大，未来数十年基业，皆在这方寸纸张之上，分寸把握差之分毫，失之千里。属下建议定个标准。葛大人怎么看？理当如此。分寸核定。罗大人又有何建议？绝不和亲，岁岁纳贡，不让城池。远州尽属子川。好，就按此办理。葛大人，我来解决你所有的后顾之忧。我会安排好你的学生，子川秀。头儿，军长府有令。啊，念。你不站起来听吗？都是自己人，不必那么寻事，直接念。上面那些废话直接跳过。横川大捷，子川秀抗击北族有功，现论功行赏。大人要升官了呀！哎，继续。升子川秀为都政司副统领。哎，都政司，后勤，头儿，你要打杂了。大人，恭喜您，从远州的旗领，变成了帝都的杂役。哎，对了，这个俸禄涨没涨？没提。头儿，真不是我挑事儿啊，这就叫钝刀子剌肉，他不让你好过呀。我觉得我的伤已经好了，即日可以回横川。我继续了。白川、罗杰、明宇3位副旗领退敌有功，升为旗领，任职都政司，继续辅佐子川秀副统领。你们，哎，走什么走？走什么走？在帝都多好呀！我们要把我们的战斗情谊在帝都继续发扬光大。头儿，俸禄就这么点儿，远州花钱少也就算了，这儿可是帝都啊，根本活不下去呀。哎，等等，等等，你们听我说嘛，我们住在宁殿下的府上，吃喝全免，到时候把钱攒下来，没准过几年回远州买房置业。那我们仨在帝都的玩乐开销，哎，交给我。白川，我爱你。没钱。怎么可能？你都伤成这样，抚恤金肯定不少。对不起。明宇，我有钱呀。秀哥哥，我有钱，快刷我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帝都有人欠我钱，我要账去了。哎，宁殿下，我爱你。
大人何必要支持葛应星？绝不和亲，岁岁纳贡，不让城池远州尽属子川。如果葛大人能做到，那对我子川百年基业之安稳，那可是好事啊。可和谈成功，终究也算是他葛应星的功绩。喂，和谈不易，但要毁掉和谈，只在朝夕之间。我哥哥常说，回家最舒服的，莫过于一壶小酒，2个小菜。葛大人长期在外，很长时间没回家了。来，热酒热菜，暖暖肠胃。刚刚朝堂之上，大人可有不适？啊，无碍。只是，当时看见2个人僵持不下，这心跳啊，就很不舒服。不过还好，大家总算是圆满解决了。哈哈哈。来。北族的公主，她安置妥当了吗？司义林办事利落，所有战俘已经全部交接给禁卫军代管。我子川与北族交战多年，今日能有和谈之局面，实为不易呀。这一切都是您从中斡旋，不仅对外，回到帝都。还需排除万难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杨大人支持和谈，实属意外。啊，不过大人请放心，我一定借此机会促成和谈，让主张派无话可说。有你在啊，我自然安心。你是我哥哥最信赖的人，还有杨明华。国之栋梁。看来这些年，杨大人把正事料理得井井有条啊。事无巨细啊。就说这点心吧，他特意嘱咐服侍我的人，要对我说，一天只能吃1块。因为甜食吃多了不舒服。连你的饮食都要操持，我看他可不只是细心。大人，只要和北族和谈顺利，远州平稳，我就可以回到帝都伴你身侧。到时候你就不必处处小心，事事提防了。来，参心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。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。大哥，你这杀人用糯米椒，待遇太低了吧？我给高2句。这个成哎。这已经感觉到痛了。
飞，1、2、3。哎，把这个好。我这位好兄弟身受重伤，我得立刻把他带回兵营。你看，我这边矮子再来这边，放人，告辞。哎呦妈！但是我们在远州的人数，与当地原住民左一族半兽人、蛇族、龙族、金。好兄弟。杨统领来的时代不巧，三星大人回来之后身体不适，恐怕一时之间无力接待。